风神 AXC 这台紧凑型 SUV，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。这主要是因为东风风神的 SUV 之前只能说是一句平平无奇。不过自从奕轩 Max 开始走年轻化的路线以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品牌呢又逐渐的回归到了主流的大众视野。在内卷非常严重的自主品牌的紧凑型市场，你要是没有点造车平台或者说是动力总成上的绝活，你马上就会查无此车。不过所幸啊，风神 AXC 这一次回归呢，它并不是单打独斗，它是和马赫动力一起来的。外观方面，风神 AXC 马赫版呢是一改之前中规中矩的前脸，这个超大的点阵式的前进气格栅，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它和奕轩 Max 是亲兄弟了。这台车定位呢也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走年轻化、运动化的风格。侧面来看 ，AXC 马赫版拥有自己专属的名牌，以及全新设计的19英寸的双五副轮毂，再加上撞色的装饰条、双边共2出的排气，以及全新的后包围，整个车呢都有那种战斗的氛围感。新车的内饰呢还是基本维持了原先的设计，不过新增了一个蓝白双拼的配色。全新的中控台面板材质呢，也让整个车显得更加活泼了一些。最明显的变化呢，就是悬浮式的10.25英寸的中控屏呢，目前升级为和全液晶仪表屏相同的12.3英寸，同时呢内置了5G 的车联网技术。像我们平时比较常用的，像语音控制啊、导航或者说音乐相关的功能呢，都很齐全。我最喜欢的是情景模式这个功能，它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呢，来一键调整像空调、座椅、天窗、音乐、导航相关的一些功能。这样，比如说你在日常上下班或者接送孩子这些多发场景上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个场景，一键启动，非常的方便。主驾的座椅除了加热、通风、腰托的功能以外呢，它还有3档调节按摩的功能。但是有点可惜的是，它不能一边开车一边按摩。作为一台紧凑型的 SUV，AXC 马赫版，我认为它的后排空间呢可以说是一大优势了。在没有牺牲它坐垫长度和厚度的情况下呢，它腿部的空间也非常宽裕，而且它的地板是纯平的效果，所以说就算后排坐3个人呢，也不会太过于局促。它的座椅靠背呢也是有3档可调，长途旅行的情况下呢也比较舒适，符合它家用 SUV 的定位。当然，东风风神 AXC 这台车，它最核心的卖点还是它和奕轩 Max 相同的全新的马赫动力。马赫动力它采用的是 1.5T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，传动匹配一个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最大功率190马力，最大扭矩300牛米。以上这些账面数据和奕轩 Max 都是完全相同的，稍微有所不同的是它的百公里综合油耗。AXC 这台车它的百公里综合油耗是6.6升。东风风神 AXC 马赫版这台车，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年轻化、运动化，但是整个动力的调教还是偏家用的属性。首先在起步的时候，它的油门踏板比较轻盈，动力可以说是一踩就有了，就介入是比较积极的。而且这台车的加速效果是比较线性的，整个变速箱的一个介入呢也比较平顺，所以说就算是你深踩油门，它仍然是会给到你一个非常线性的加速效果。在高速驾驶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台车后段的动力储备还是非常充足的，你只需要缓缓去踩油门，你就会发现这台车的速度不知不觉就加上去了。不过你在高速又要急加速去并线超车的情况下呢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给这个涡轮的介入一些反应的时间。AXC 马赫版这台车呢，它是一共有4种驾驶模式，分别是智能模式、经济模式、运动模式和雪地模式。我觉得咱们城市日常驾驶的话，就开智能模式前进就可以了。如果碰到一些你需要去操作的路面，比如说是山路之类的，你可以把它改成运动模式。在运动模式下呢，它的基础转速会有一些提升，而且你可能会感觉到它的油门踏板呢会变得更加灵敏一些，整体的动力介入呢会更加积极。在制动方面，我觉得这台车的刹车踏板是比较线性的效果，是没有什么上手的难度。你的刹车踩的那个力度和它刹停的那个效果是很一致的。底盘方面，风神 AXC 这台车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以及后双横臂式独立悬架，整体悬架的调教是偏软的效果，比较适合日常家用。不过在低速你碰到一些细碎颠簸时候呢，其实它的过滤也不是那么的彻底，而且后排的乘客呢会比前排呢感觉更明显一些。在高速过弯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这台车的转向有一些虚位，不是那么精准，而且它的抓地力呢也没有那么稳定，所以说信心呢可能有一点不足。不过这台车呢整体还是定位一个家用型的 SUV， 所以说呢也不建议大家呢做过多的激烈驾驶，日常城市代步呢完全是足够使用的。
在 NVH 方面的 AX7 这台车，我觉得中低速的时候静谧性保持还是非常好的，整个车非常安静。不过说你在急加速的时候呢，还是会听到这个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在你保持100公里每小时以上车速前进的时候呢，胎噪和风噪呢就会有一些传递进来。